Thì tại sao em gieo vào tim này xót xa? Chỉ vì thứ tha bao lâu anh cứ như người thứ ba. Đừng nhìn anh đôi mắt cất sâu ở phía sau, những lừa dối đã bấy lâu em ơi.喂 ，Hello everybody， Vội Hello， vàng em đến đây rồi đi, để làm chi? 哎， Để 就是先测试一下，哎，能听见我说话吗？能不能听见我说话？可以听见我说话吗，朋友们？能哈？能听见音乐吗？ Phụ lòng đây vắng bóng hùng ai, anh ngồi đây ly rượu say đắng hơi bề nào bay mưa phùn bay ai 啊，音乐也能听到是吧？你能听到这个笑声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能不能听到？这个笑，就是这个，哈哈哈哈，可以吗？能啊，完美。今天直播我跟你讲，爆了。 ai còn bướm bắn phương trời mây. 就是我直播3大要素，就是什么呢？就是1能听见我说话，2能听见歌，3能听见这个最重要的。啊，还有这个，啊，那OK 吧？哎， Trao như gió heo bay câu thể xưa vỡ trong chiều mưa. Có lẽ giờ em đã quên rồi bao nhiêu. 有朋友说怎么这个时候直播呀？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有空啊，有空。然后呢，很多朋友说还没下班啊，我就是赶到你这个下班，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应该因为我没上过班啊，我估计下班一般都是应该在5点钟左右，差不多。然后5点钟下班了，你正好可以在地铁上或者在车上啊，看看我的直播，有这个宁哥陪伴你下班回家的路，多么的温暖，黑不黑呀？啊。 在地铁上是不是啊？多好啊！有朋友今天播到几点啊？6点下班啊？哦，5点半下班。那这样式，我们就听半个小时歌，等你下班了，我再开始说话，你看行不？啊。有朋友说今天播到几点？我真的是今天是一会儿会有个饭局。 啊，一会儿有个饭局，大概6、7点钟，然后我上来给你们播个2个小时左右。啊，今天真不跨年啊，不用害怕，好吧？今天是真的不跨年，所以朋友们不用害怕啊，不用担心 ，Don't worry， 啊，因为就算你们没事儿，我也得偶尔有点事儿吧，啊。和谁呀？ 啊，和亮哥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节目组他们啊。Tại sao em gieo vào tim này xót xa? Chỉ vì thứ tha bao lâu anh cứ như người thứ ba. Đừng nhìn anh. 有朋友说，难道不是因为今天直播是因为化妆了吗？我没化妆，我这么淡颜系都说我化妆了，干嘛呀？这是。今天咱们来个，你看我今天我就是想让你有一种这个邻家大男孩的感觉。我今天连帽都没戴，戴个小框眼镜就上来跟你们叭叭，让你们感觉就是那种隔壁班的男同学。可能年龄不太符啊，让你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隔壁班的留级生。 Sâu ở phía sau những lừa dối đã bấy lâu em ơi。有朋友说。 没有这么老的同学，所以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的就是老同学。你看他们对话都是，哎，老同学，我们好久不见了，老同学。他那个老同学和你这个老同学不是一回事儿啊。 Vội vàng em đến đây rồi đi, để làm chi? Để rồi gieo vẫn trong lòng anh bao sầu bi khi biệt ly, hoen bờ mi đứng trong người đi, nhìn em quay bước theo. 刚才我刚进来，有一个朋友说：“小刘你好。”刚才没回复他，因为刚才我在测试设备啊。你好，你好，你好。然后那个还是个我看带红 V 的一个号啊，你看多狠。这号人家那号一说话都带红 V 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一个红 V 对于一个微博账号有多么的难得吗？你一看就是那种买了好多流量，不是那个流量好多那种的，很多人看的那种号啊。谢谢啊，而且人也很好，对我也很好，说小刘你好
啊，你也没叫我老刘，就不像刚才那个朋友说我是没有这么老的同学啊。Vắng bóng hình ai anh ngồi đây ly rượu say đắng hay đào cay mưa phùn bay ai còn thương ai còn vươn vấn phương trời mây tình trao như gió heo bay câu thề xưa vỡ trong chiều mưa对，最近在这个长沙录那个先出100录节目，昨天录了1天，然后明天还得录1天，然后就回去了啊。对，最近在录这个先出100这个节目，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打开电视机。明天晚上明天是周几？周4是吧？对，明日周4啊，周4晚上可以看看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先出100啊，可以看看，在里边有好多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在里边给你们做饭啊，然后你可以学做饭什么的啊，挺好的，然后我在里边呢就是叭叭啊，就跟人叭叭聊聊天啥的，有朋友说宁哥你最近发歌太多了啊。OK， 那么我们就捋一下这个月我发的歌好不好？哎，好，哎，咱们这个直播，咱们不是这个直播啊。其实我觉得我和其他艺人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做一些售后，你懂不懂？就是我除了这个正常的舞台，我还有这个专属于我的舞台啊，我的舞台我主宰。然后呢，我可以在上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跟我合作过的这些 OST 啊，或者好的音乐这种的，是不是？所以呢，我朋友们接下来跟你们捋一下这个月你宁哥作为一个把重心都放在影视业的一个艺人，那个最近发的8首歌啊，这一个月发了8首歌了啊，有点不像话了。我找一下，我都忘了我这个月发什么歌了啊，不好意思，咱们一起来捋一下。哎，这个月发什么歌了呢？这个月发了8首歌啊。第一首是什么呢？叫做哎，就得因为我这个在不同的平台发的，所以我要同时打开2个播放软件啊。第一首歌呢叫做我在哪发的？2大平台都找不到，怎么回事？哦，在这儿。第一首歌是来自这个电视剧啊《良辰美景好时光》的一个这个片尾曲啊，叫做《你是我所有》。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歌的前奏其实当时给我个 demo 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个韩剧里的歌啊。你听前面，너 갔어요，잘해요。
我会去放的一首歌，然后一边听着，然后一边化妆，然后就会很轻松、很放松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也推荐给你们这首歌，叫做《你是我所有》，来自这个电视剧《良辰美景好时光》的一首片尾曲啊。不必再化扮面妆，不需要别人欣赏，终于明白情歌为何要。OK， 这首歌我们就听到这儿。那接下来呢，就是一首你们很多新朋友比较熟悉的歌啊。什么歌呢？我就放个前奏，看你们能不能是不是我的这个歌迷，好不好？就放个前奏啊，我看谁。我还没放呢，你们就打出来了。没错啊，这首歌叫做《一爱如故》啊，就是来自电视剧《长歌行》的一个插曲啊，也是属于浩都的一个 BGM。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终于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角色里边唱自己的 BGM 了。以前我的这个音乐都是为别的角色去服务的啊，这一次我也这个为自己唱了一次 BGM 啊。啊，很开心，因为我也知道最近这个很多朋友给我这个起了个外号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爱情保安。很多朋友给我起了外号叫爱情保安，是吧？你们听过这个吧？起了好多外号，咱们一个一个来捋啊。爱情保安是这个梗怎么来的？我知道，因为好多朋友会给我分享一些，就是包括我现实当中朋友会给我分享一些他们看到的东西。然后呢，管我叫爱情保安，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我守护了一些人的爱情吧，就可能就是那个我唱了好多这个 BGM 啊，唱了很多这个 OST 啊，然后出现在他们的故事里，然后呢也守护他们的爱情啊。就是我一直想说一件事啊，就是我对这个保安这个行业职业没有什么任何的歧视或者怎么样的啊，就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把保安两个字颠倒过来，你们觉得是不是能稍微再好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说保安啊，就是可能就是保安嘛，咱们反过来安保，哎，就感觉好像就穿的是西服了，有没有？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好像你说保安啊，大家我们脑袋里会有个形象，但是你说安保，哎，西装穿上了，就是耳朵戴个耳麦，就这种的，哎，那个这个艺人从那个西门走了啊，你们注意点，那边看着点啊，走，好，哎，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人心太过贪图，早就不够去啊，其实也好，哎，爱情保镖啊，保镖啊。都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就那个意思，反正就是也最近好多外号嘛，包括皇家战狼啊，是吧？也是算是这个《长歌行》里给我一个外号啊，皇家战狼，然后7字艺人啊，人家有说是什么几字艺人的，我是7字艺人，1、2、3、4、5、6、7的7啊，摩登兄弟刘宇宁啊。用尽全力功夫，就不怕进退维谷。对，最近还有个新词儿叫做熬鹰艺人啊，熬鹰艺人。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大家就都跟着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很多人可能就跟着这个喊说熬鹰艺人。什么叫熬鹰？你们知道吗？我给你们解释什么叫熬鹰啊，
因为这个鹰这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呢？我也不太懂啊，我就是略懂，跟你们分享一下。确实不知道什么叫熬鹰，对不对？啊，不懂是吧？你看看，看我直播长知识，对不对？哎，不仅能学到英语，哎，不仅能获得快乐，哎，还能学到知识。哎，就是中国语言博大精深。这个熬鹰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熬鹰呢？因为呢，人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包括现在啊，去驯化这个鹰，因为鹰嘛，就是比较有野性，对吧？有野性，它不会特别听人的，它不像咱们买的小狗啊，比如说买的这个泰迪呀小狗它因为它已经被驯化好了，但鹰它有野性，然后你怎么让它能就是听人的话，把它野性驯化掉呢？你就熬它。怎么叫熬它呢？就是你把那个鹰放在那儿，你就陪着它，把鹰摆在那儿，然后你陪着它，干嘛呢？不让它睡觉。哎，就是有一种就是类似，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残酷啊，我觉得是挺残酷的，就是让它这个精神崩溃，把它野性彻底就给熬没，就是你不让睡觉，一熬，比如说12个小时，这个鹰动物精神头可能比我们要稍微厉害一点啊，就是你就是熬着它。给它这个野性驯化没有了啊，但是时间很长，一般都是12个小时起步这种感觉，我不懂啊，我感觉是就12个小时起步，所以呢，可能大家形容我直播呢，也是我也不让你们睡觉，哎，我拿你们都当鹰啊，你们都是这个李长英啊，李长歌，那个是鸽子啊，你们都是这个老鹰啊，这个意思，所以就是那个什么啊，所以就是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做熬鹰艺人啊。需要多少爱的风度，才能义无反顾？兴奋深邃苦也不。对，鹰在此啊，来啊，厉害。爱一泻如故，用尽。李乐英啊，李乐英。真心为何物，逃不过世俗，不害怕被捕。OK， 这就是这首《一爱如故》啊，也是来自《长歌行》的一个插曲，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呀。看下一首歌是啥啊？下一首歌就是什么歌来着？你们提醒我一下。人生啊，对，就是这首《人生》啊，人。没错啊，这首《人生》啊，就是来自这个电视剧啊80、90里边的一个主题曲啊，叫做《人生》啊。那这个歌呢，也是我很开心啊，因为这是董冬冬老师啊，董冬冬老师这个找到我们说，哎，能不能让唱个歌啊？然后我就唱了，唱完他还挺满意的啊，就是我当时录完了那个，我跟录音室老师我说，老师行吗？这个可以吗？这个感觉？那个录音室老师说可以，因为那个董冬冬老师很少就是这样称赞一个艺人。我听完之后我没管真假，反正我信了。哎，我听完之后我也不去鉴别他就是说的是真话还是客套话，反正我就信了。我觉得我自己瞬间觉得自己很棒。
我的天呐，白天直播，就可能我已经给你养成了一个熬鹰艺人的一个概念了，就好像这个点我就不应该在。我好像我这个直播点就起步就得8点钟，对不对？然后跟你来到12点，我刚才已经在微博预告了，我说今天真的不跨年，朋友们。第一什么呢？就是老跨年吧，我怕你们也受不了，因为毕竟有我的很多粉丝年龄偏大，跨几次他总一年长个8岁，他也有点受不了，他心情也容易崩溃。然后呢，我寻思今天就是今天是真的简单播会儿啊，简单播会儿。所以跟你们分享音乐之外，跟你们唠会儿嗑，然后一会儿我去饭局儿。我也是有局儿的人，别以为我没什么朋友，对不对？好了，那么下一首是什么歌？朋友们，你们提醒我一下啊！作为一个艺人，本身都忘了这个先后顺序了啊。下一首歌是什么？人生啊，完事儿了。天盼是吧？嗯，天盼啊。没错。这首《天盼》呢，就是来自这个《新倩女幽魂》游戏啊，然后《新倩女幽魂》端游的一个里边的一个新角色啊，也不算新角色，一个 NPC， 因为他刚开启了一个这个地图叫做丰都啊，然后呢，就我是里边的一个 NPC， 就是掌管这个丰都这个一个 NPC 啊。叫做陆盼啊，然后你们要有玩那个《新倩女幽魂》那个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也是《新倩女幽魂》10周年的一个歌嘛，因为我觉得《新倩女幽魂》这个我还挺那个什么的啊，我挺有感情的，因为我真的玩过这个游戏啊。我是一个网瘾少年，基本的网游我都玩过，所以《新倩女幽魂》我也是真的玩过。然后里边有这个一个职业叫演师，我还真的玩那个操控傀儡那个啊，还蛮酷的啊，我真的是玩过啊。风度多少门浪，问你想去往何方？哎，我总听到丰都这个地名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我之前听说这个丰都是在四川是吧？真的有这个地方叫丰都吗？我不知道是在重庆是吗？还是在哪儿？丰都鬼城嘛，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总看一些那种那些神话的那种电视剧什么的，是在重庆是吗？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景点儿？嗯，是一个。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那是一个城市，还是说一个镇，还是说一个地方？地名是吗？哦，明白没有？我知道。前世今生有常，机会无常。哦，有个城市的也有景区，当然有景区啊，就是个城市叫丰都嘛。对啊，我总看那个，包括我玩游戏啊，玩那个很多游戏里边，就是里边有个丰都，然后都说丰都是鬼城，就是好像是这个神话故事里和这个地府交接的一个地方是吧？是一个这个地方啊，匆忙忙里瑟瑟发，很酷啊！只想跑去哦，算县是吧？丰都哦 ，OK， 那有机会我还真的想去溜达溜达啊！还是能忘记真相。因为我玩游戏总有这个地名叫丰都啊。千年的河桥上从不打烊，烟花闪烁着霓虹的光。转身时候别忘，像默默要一碗汤。眼里像迷了路，要写进温成黄。轮回太时小把相同量，刻骨铭心。心里生长，爱与恨无常。此时又是情人，刀锋有我银行。望穿向彼时的。哎，这个我之前看到一条评论什么呢？说这个，哎，没想到这个通过这个一部戏认识了这个刘宇宁，但是没想到人家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歌手。他说这个正儿八经，我明白他说这个正儿八经是啥意思，
就是我不是说就是发歌玩那种，我是真的是歌手出身那种歌手，啊，唱过好多现场，发过专辑，然后也一直在做音乐的一个歌手，啊，就是还是挺奇妙的啊。啊，我的歌没有那么早的被他发现，但是演的戏，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又应了刚才那首歌了，人生啊，我们都是初来乍到的一生，啊，就是保不齐就是总有一个节点能让我们相识，就是这种的啊。下一个什么歌？下一首什么歌？有朋友说好都好肉麻，已经很收敛了啊，已经很收敛了。然后我那天我在咱们粉丝群里啊，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有人发了个东西啊，我找一下啊，那个给我乐坏了，给我啊。啊，我就是一个这个长歌行的一个算是影迷吧，啊，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他朋友给他录的还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在那这样式儿，你们听一下，分享一下啊。当好独裁有多么容易吗？怎么了？他喜欢李乐言，但是他又不敢说，所以他就一直不敢说。刚才说了，他喜欢他。啊！李乐言不是，李乐言一直喜欢我淑玉，但是后面他喜欢敖都的。喜欢了。抖音。哦，所以这什么鬼？我不是有朋友说什么鬼？什么鬼？你怎么这么可以对待我的影迷？啊！不要这么说啊！这是就是 ZQ S 哥，真情实感，那就是这个，你知道吗？人家就是看进去了，你知道吗？就是 ZQ S 哥了都已经，啊。这个真的是啊，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个朋友啊，有朋友说你哭了没？你是说我看剧情的时候我哭了，还是说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哭了，我哭没哭？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啊？反正我是没哭啊。但是我想哭的点是哪呢？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打擂台那个地方。其实我看我自己，包括那是之前呢，我去配音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打擂台那一段，然后我去配音的时候，我还真的挺触动的啊。就是那个，就是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忘了我这个人是我演的了，已经，我真的忘了。然后呢，我看到那个状态，我真的还挺难过的啊，就那种感觉。我还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很少会被这种东西所感动啊。前世今生悠长，几回无常，阁下匆匆忙忙，屡次遭。有时候被打哭了，也不是，当时反正看那个，当时看那个片段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那个想伤感啊，觉得这个好多的太不容易了啊，会有这种感觉。就其实刚才那个，他就是我的内心那种感觉，我太不容易了啊，就有点这种感觉啊。是想不却过往，还是来忘记真相？但是我想说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长歌行》这个剧嘛，也包括喜欢，我就不提别人了，我就说好都吧啊，好都和乐言的这个组合，然后那个很喜欢这个组合，所以呢，希望你们在观剧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发点正儿八经弹幕，因为我作为主演，我作为这个里边这个，比如说这个片段的这个演员，我也会打开弹幕看的，你会影响别人观影心情，你懂不懂？我那天因为我也是花钱那个超前点播嘛，咱们都是有钱人啊，
凡是花钱掏钱点播的，我觉得你们都是属于就是富裕，啊，很富裕。我们共同都是很富裕的。然后呢，花了18块钱去点播了一下，点播完了看到一些弹幕啊，就到了那个2个人就是那个浩都被打完之后，公主来看他那一段，我就看那个弹幕啊，全在那说浩都啊，浩都你给我顶起来啊！难道喜欢你这些事儿比什么喝 QQ 内内什么雅普什么玩意儿？就 QQ 内内咩普茶还难说吗？什么之类的。我看了，我瞬间我就感觉这帮小姑娘在想什么玩意儿呢？说什么鬼话 ？QQ 内内是什么东西？当时我就已经就是你知道就无法投入到那个剧情当中了。10年奈何想想从不打烊，战过过去之后才见到光，转身时候别忘还孟婆那一碗汤。然后还得我觉得真的因为我可能当演员机会比较少啊，然后也没有上过什么剧，所以可能没有什么见识啊。但我说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演员的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在剧里参演的一个人的一个心情。我看到那些剧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啊是投入了真情实感，但有些朋友我感觉在那看热闹来呢，在那给我看热闹，告诉刘宇宁赶紧给我7号上来啊，刘宇宁。这个时候让浩都下去，刘宇宁上来赶紧把话说完了。啊，你直播那个精神头哪去了？你直播那个这个一讲4个点，那精神头哪去了？你上来呀！你怎么了你？嗨。哎，不好意思，我们在讲这个《新千里幽魂》是吧？一会儿再回来，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我的观剧那个感受，好不好？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观剧心情。来，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是什么歌呢？这个月发的歌啊。什么歌来着？在这地堂，一向循循悠长，眼下四面八方有何愿望？四月上上，不妨前来给我讲。人来人往，不夜的称王，彷徨或不彷徨，左右。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专属蓝天啊，是来自这个电视剧《风暴五》的一个片尾曲啊。你看这个月我干了多少活？这一个月发了，就马上这一个月发8首歌，所以就是真的是爱音乐啊，哎。这首来自《风暴五》的片尾曲叫做《专属蓝天》啊，听听我们，夜深的望不到边界，思念是我的观念，抬头就看见。风在城市中被忽略，却总轻抚你的脸，当你闭上眼。在这世界，好多时间之内没有如愿，但我们相信，只要以为雪融了就会有春天。我专属于你的蓝天，每滴眼泪蒸发成云，躲在怀抱里面，那么美。你奔跑在自由原野，无论多远，即便树梢难免失去落叶，我也曾在你身边。哎，所以这个歌呢是来自风暴五的一首歌，叫做《专属蓝天》啊，然后也很那个什么，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因为这个也是我真的我化妆会去听的一首歌啊。才和另一半今天合成一个圆，我仿佛。然后呢，我特别感谢这些剧方啊，包括这些能邀请我唱 OST 的这些制作人，因为很多活其实是制作人给我推荐的。
就包括那个刚才那个人生啊，其实就是董东东老师推荐的我，然后包括金大洲老师真的也给了我好多活啊。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吧，就是最不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世界上什么最多？人最多。然后呢，金大洲老师给了我好多活，因为他这个活呢，说白了，他找别人也行，他找谁都行，他想找谁找谁啊。但是他人找了我，我就觉得我就很感谢这些合作过的老师嘛，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包括像这首歌，也是来自风暴舞的一首歌，叫做《呢喃》啊，也是这个刚才那个叫《专属蓝天》，然后也是片尾曲。就这个剧，我听说是有10个片尾曲吧。还是8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占俩，反正是，我不管了，别人我不管，反正我自己占俩啊。然后呢，对，就是也是人家听我唱完这个专属蓝天，好像觉得小伙还行，然后就再给一首片尾曲啊，所以接下来这首呢喃啊，就是来自风暴舞的片尾曲。这首歌是我当时在横店录的啊，然后这首歌是凭我自己的感觉录，因为像很多歌呢，包括 OST， 包括专辑啊，它很多歌是有制作人的。然后呢，它其实很多歌手的唱法呀也好，或者你的发音方式、咬字、段落的停落是有一些规定的，因为它要符合剧情嘛。但这首歌其实所有的唱法，包括那个，就其实这首歌是我自己决定这个歌该怎么唱的一个歌，但其实区别也不大啊。因为这个歌真的是我在横店找了一个棚自己去录的，然后后期他们做了一些调整啊，一些气口什么的东西的，但这个歌还是比较真的是我自己去录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我还挺喜欢的啊，反正我一般接的音乐呢，都是以我一定要喜欢这首歌为前提啊，然后后面呢再去谈钱啊，就是我是这个规划，先考虑我对这个歌喜爱程度，我喜不喜欢这首歌，我喜欢我才会去唱，我不喜欢多钱也不是多钱也没用啊，暂时没遇到那种拿钱砸我的那种的啊。讲故事不像故事，因为我还不配啊，因为我，还不是到了非用你不可的那个时候，所以呢，也感谢这些这个制作人老师啊，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些剧方嘛，对吧？下一首什么？下首歌什么歌？不像笑话，你带错着又无心。有朋友问我说一首歌多少钱啊？我现在就是 OST 呢，一首歌的这个保底是，为什么要告诉你？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朋友很不礼貌啊！上来打听人工资多少，
你这样是朋友们，你这样刚才那个朋友，你明天给我上街，你随便遇到一个人，最好是那种看到那种刺龙画虎，然后特别绑的那种壮汉，然后你上去问他，哎，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他得不得给你一个右勾拳，然后把他一个月工资赔给你，告诉你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多想问我最心爱的那个人。他会告诉你，给你一个右勾拳，说这就是给你的答案。好吧，所以到底怎？若你不爱了，请直说就好了。重新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叫做《南烟斋笔录》啊，一个电视剧的插曲，但这个剧还没上啊。很多朋友说，哎，我看到很多朋友评论说，哎，这个那个刘宇宁唱的那个他的那个插曲已经上了，这个剧是不是也不遥远了啊？这个是不是剧也好上了？这个具体剧方面呢，确实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说的那个没什么关系就是他什么时候上，我是完全了解不到的，因为我没有参演，我确实不了解内部的情况，我只是为他剧服务去唱了个歌的一个歌手而已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剧什么时候上，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上。但这个歌为什么发了呢？这个歌为什么发了？那天那也是同时，因为我和那天我发了一个啊，我那天这个歌上线，我发了个朋友圈，发完之后呢，我就配了一段文字，我说，因为这个歌上线真的就是很突然啊，非常突然啊，然后我上了之后呢，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就这样没有一丝丝防备就上线了啊！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张碧晨老师也给我留言说我也同感，因为张碧晨老师也唱了这个剧的歌嘛，然后他的歌也是同时发的，反正这个歌呢就是其实也不太清楚啊，具体反正就是发了，然后希望你们去关注到这个剧，然后关注到这些好听的歌就好了，但具体什么时候电视剧播是真的不知道啊。我作为一个歌手是不了解他们什么时候能上线的啊，但是这个歌是很好听的啊，叫做童声啊。忘却生生之约，来日好相认。这歌很好听啊，也希望大家同时多多关注这个电视剧啊，包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还有吗？我还有吗？这个月我感觉好像没到8首啊。我是不是刚才吹牛了？还有哪个我没说的？我们抉择的过程，俯首沉沉。击溃啊！击溃是今天晚上上吧？还是30号上？击溃好像那个歌对，那个歌还是没上呢，应该是30号是吧？对，是30号上啊。对，所以那没办法给你们弄了。但是那个击溃呢，也是来自斗罗大陆的一个游戏的一个里边的一个歌曲啊，
当然还有一首啊，也是这个月发的啊，就是这首。嘿，看奇妙落在这一瞬间，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断向前，抓住每分每秒奇妙无限。没错啊，就是这首叫做《奇妙的惊喜》啊，然后也是来自迪士尼5周年的一个歌曲吧啊，迪士尼5周年生日主题曲。然后呢，就让我们一起回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去到这个迪士尼里边，然后看到那个花车巡游，就是放的我的这首歌啊。真的这件事，朋友们，你们也别怪我，因为这件事真的是足以让我刘玉宁吹一辈子的一件事。哎，就我人生当中一定有几件事就是我提起来就是觉得很自豪的一些事儿。就这件事是属于其中之一啊。行不行？你们就是能不能包容一下，就是这个我这种就是需要这个自我崇拜的这种感觉。包容一下啊，人都有一稍许的虚荣心。惊喜到，哦，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奇妙？你看时光就像流星，不要犹豫，拥抱光明，我们一起牢牢抓住每一分钟，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惊喜到，真奇妙。左边摇起来，右边一起嗨，跟着 Mickey 摇摆，哦，多么奇妙！快来跟我一起摇摆，魔法棒飞起来，贝贝的巴贝的布，再也没有人比我更酷。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没错啊，对，所以后期好多朋友去迪士尼玩的时候都能听到这首歌，然后我看也发到一些小视频平台上，然后也挺好的啊。也谢谢朋友们啊，谢谢朋友们。我看还有很多我的粉丝去录制去跳这个舞啊。首先呢，我想感谢这些就是去录制跳这个舞的这些朋友啊，我想感谢就是很热情，也算支持我嘛，也算帮这个歌做宣传嘛，咱们客观的讲。但是从我的这个刘宇宁的主观上来说，就是你这个跳的还不如我呢。你怎么搞的？我以为我已经是这个舞蹈界的一板葛了呢，没想到你比我还要再下沉一下，地下室啊。就是 magical surprise。惊喜到，哦，你是不是也感觉真奇妙？你看时光就像流星，不要犹豫，拥抱光明，我们一起牢牢抓住每一分钟，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惊喜到，哎，卡了吗？我有没有觉得有点卡了？我看不到你们说话了啊，这卡了吗？哦，这屏幕定格了，不好意思。哦，没卡啊。我刚才看屏幕不动了，我以为我卡了呢啊，我以为我说错话被踢出去了呢。Come on baby， 弹起来，还有什么快亮出来，就停在这瞬间，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惊喜到，真奇妙。我唱一首《本可以》啊，本可以那天那个司腾那个他们那个庆功宴，也不就是算庆功宴吧，司腾庆功宴，然后我就去了，去玩了一下啊，因为也是在里边唱了个歌嘛，然后那个他们叫我过去，我就说那就去呗啊，我也挺开心的啊，因为之前和和景天老师有过合作啊，然后还挺好，去给人唱个歌也挺开心的，然后呢就去唱了一个本可以啊，就凑个热闹就是啊。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而且朋友们问题是这样，主要是为什么我去呢？我就是当时那个人找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个哎，我们那个司腾要搞一个那个去不去？我说哪天呢？在哪？他就说哪天在宝格丽酒店。我说宝格丽酒店。前面那个哪天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想说去了一定会吃的特别好。
这一顿大餐肯定是没错了。去了我一定要多吃点。OK， 可以啊，去啊。有朋友说好吃吗？就宝格丽酒店这玩意儿吧，我要说不好吃，那纯是就是在那黑人家。啊，就是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是挺好吃的，因为它毕竟已经到了一定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个餐饮还是挺好吃的。包括我去了，我跟你讲，朋友们，我去了，我完全不管，什么贵吃什么啊，上一盘龙虾，咵就上去，我先紧盯着那个龙虾吃，我上来先不喝饮料，我什么也不喝，上来就是龙虾一上来，咵开始吃啊。就挑最大肉的块吃，因为那些老师都不吃。当然，我也是为了怕他们浪费啊，因为很多，包括其实大部分的人在那种场景很少吃东西。那我就是我寻思我顶上去吧，哐吃啊，就我不管就吃。然后呢，包括什么帝王蟹呀，我的天哪，吃的好饱，就回去就吃的胃都难受。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惊喜到，哦，你是不是也感觉真奇妙？你看时光就像流星，不要犹豫，拥抱光明，我们一起朗朗刷出。就是你们也别笑话我，我觉得啊，有朋友说丢人啊，也不丢人啊，我觉得就是正常人嘛。我们去好的地方去吃点好的，那不挺正常吗？对吧？那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心态，我也是都是那么过来的。就是我做过最尴尬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有一次我朋友结婚。我上一结婚嘛，婚宴嘛，对不对？大家都我在我们那个东北啊，我们丹东那边叫什么呢？就是吃大盘子。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词的？就比如说吃什么宴席啊，我们就叫什么？我们叫吃大盘子啊，大盘就是那个家里用那个盘子的那个盘，大盘子啊，就是哎去哪？哎，我去吃大盘子去，就是意思就会去吃宴席，你明白吗？就是这种感觉。啊，我们那儿的一个特色就是管这个宴席叫做吃大盘子，就是盘子都很大，然后东西很好吃，就是形容这个东西啊，吃大桌啊，跟那个都差不多，我们叫吃大盘子。然后呢，然后那个什么，然后我有个朋友结婚嘛，然后我就说，我就跟几个朋友我说，哎，他结婚，咱们这个叫咱们就去呗。他说行啊，我说行，多多少少能吃顿大盘子。于是乎，我当天就去了。然后呢，我也就正常吃啊，其实我也没有刚才我形容那样是嗷嗷吃，我就正常吃。但吃了10分钟之后呢，吐了，就难受的不行了。后来叫我朋友给我送医院去了。就这件事，就我每当我想起来，我觉得特别丢人，就是好像是去人婚宴吃饭吃吐了。你说你得干啥嘛？你就随200块钱礼，你把这个礼要吃回来，吃吐了都。但其实原因是什么呢？是那天我有点难受啊，就是有点感冒，有点难受，但是就是会被他们成为永远去说我的一个梗，你知道吗？哎呀妈呀，刘宇宁，你可太这个什么了。我们东北话还有一句话叫掏惨啊，你也就是掏惨，就是那种掏惨就是胡吃海塞的意思啊，就是那种啊，说你也太掏惨了，你这去人婚宴你都吃吐了，你得吃多少算够？惊喜到，真奇妙。左边摇起来，右边一起嗨，跟着 Niki 摇摆，哦，多么奇妙！快来跟我一起摇摆，把梦飞起来 ，baby。有点丢人啊，但还好，因为那是那以前好久的事，这是属于我就是没出道前的一个黑料啊，那不算什么。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也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等会儿哥，你今天是不是贴双眼皮贴了？反光了吗？没贴啥双眼皮贴，我今天说了大素颜啊，就是。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就是我其实朋友们，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就是常年跟我这2个化妆师呢，一直跟着我没换过呢？就是从我第一天录那个音乐公告牌到今天呢没换过。因为我这2个化妆师真的非常棒啊，一个是小 Q， 一个小七啊，这包括我演唱会都是他们的妆，包括我出去拍广告什么的都是他们给我化妆。
这2年就从来没有换过，3年从来没换过，将近3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是画的很好，第一点。第二呢，他们也知道我的缺点，所以呢，就是我上完妆和不上妆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啊，我的妆法都非常非常棒的啊，都很厉害的。对啊，所以就是包括那天像我那天去录一个节目啊，因为录节目之前要唱歌都要彩排嘛，那彩排刚到可能就素颜嘛，我就进去了。然后呢，我还特意戴了个眼镜，因为戴个这个框架眼镜显得眼睛没那么的突兀啊，因为有时候你不化眼妆啊，摄像头一拍出来就很没有精神。我还特意戴了个这个眼镜，戴完之后一上去之后呢，然后我就彩排嘛，就唱嘛，该唱啊，花开早天知就该唱嘛啊。唱完之后下来之后呢，然后人也没说什么啊，然后那个我团队的人跟我说那个老板啊，下次咱们彩排就要我戴个墨镜吧。什么意思？不懂。他说没有，你就有时候你吧，当然我团队不好意思说我啊，说你吧就是那个就是你早上起来有点肿，而且眼睛有点肿，你那个什么，然后那个就是你那个摄像头一拍出来啊，我想说我在那个监视器前都做不下去了，就是有点撑不住了已经，因为旁边都是别人家艺人的那个经纪人都在啊，就是已经这样了啊。我说哦，那我知道了啊。然后结果呢，后来到了后来那个什么，后来演出的时候，人家那个节目组还说就是演出是化完妆了嘛，一上完嘎那个灯光一打，发型一做，衣服一换哈，那就人模狗样的了，对吧？然后呢，那个当时那个导演组的人还情不自禁说了一句啊，真是挺好啊，这个宁哥跟换了个人似的哈。啊，你果然还得你看刚才那个状态就是完全，我刚才以为他那个宁哥没休息好呢，啊，现在一看这个是啊，艺人就是工作就有工作状态，真不错啊。真奇妙，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哦，你是不是也感觉真奇妙？你的时光就像流星，不要犹豫，拥抱光明，我们一起牢牢抓住每一分钟。对啊，一般我其实我就是人家都是什么呢？人家就是很多人做那个职业艺人做很久了，那我吧，我其实有一点那个什么，不太那个注意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还是得注意一下。所以呢，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演出啊，下午到了要彩排，那都是刚下飞机。你朋友们，你们都坐过飞机，坐过火车，你刚下飞机，你一定是满脸油啊，对吧？满脸油呢，然后呢就是那种，所以就去彩排了。你看就是那样的啊。你问我下次做热玛吉什么时候？你问我这个干啥吗？你们怎么这么喜欢窥私呢？就是下次做热玛吉什么时候？告诉你，咱们一起团购一起块做呗。能不能问问人能不能打折？咱们来个团购，组团做热玛吉啊？那也没那个必要吧？咱们可以组团干别的，但是就是上条热搜啊，这个某艺人和自家粉丝拼团组团去做热玛吉，也是很奇怪啊。我们听到梦的心跳，这个家飞扬着爱的味道，就是爱的味道。灿烂的烟火像彩虹划过，多希望能够世界永远停留。有朋友说第二杯半价，做热玛吉就是第一个是原价，第二个做的就是半价，估计也不可能啊。是你有 surprise。Come on baby 弹起来，还有什么快亮出来，就尽在这瞬间，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然后那天有朋友说被我这个放的这个歌洗脑了啊，
说听了这个刘宇宁放一晚上这个歌被洗脑了啊，这歌还挺好听的啊。没事，反正今天就上来跟你们简单唠会儿，今天是真的简单唠会儿，我一会儿就走了啊。因为我们的局定在现在是6点10分，然后我们的局是定在也没定啊，因为到时候他临时通知我，所以那边叫我就去吃饭去了。今天就是不能陪你们一块跨年了，就是我心里也很难受，就是我也心里很难受，我觉得我不能陪你们跨年这件事，我自己觉得很难受。因为我们和我直播间很多朋友是一块跨过年的交情。你用脑袋想一想，你人生当中有多少人陪你一块跨过年？但刘宇宁就陪你跨了2次，多么的浪漫。 Sẽ chẳng bao giờ xa anh. Từ đầu môi men thắm say đắm cho ai mơ mà cứ ngỡ bên nhau nồng ấm bao lâu dịu dàng em khẽ trao. Vậy tại sao em gieo vào tim này xót xa? 有没有说回来继续？你让我好好吃顿饭吧，好吧？我就再这么爱事业、爱工作，我也得，我就再爱事业、再爱工作，再有中年人的寂寞，我也得就是安安心心吃点饭吧。我真的超级真的，我真的和你们想象不了，因为我当时是你们想象不到，我当时是4点多钟。 我那个什么，我就想说，哎，要不今天直播吧啊，因为晚上吃饭挺晚的，我就先播。但是我没吃饭，我醒了之后没吃东西，我怕我直播这个状态不好。然后呢，等着，因为搁酒店，现在我在酒店里嘛，现在在酒店叫餐，然后他也没来，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不吃，我就播吧，就是饭都不想吃了。结果，然后那个我团队说，你还是吃点东西吧，要不你直播也状态不好不是吗？我寻思那好吧，那我就再等一会儿吧。结果饭来了之后，我就简单吃了2口，我马上就上来播了。 我真的，我这个重心都放在事业上了，都是工作，我也不是在这吹嘘啥的，反正我就是寂寞，所以就是我已经够这样的了，所以我先晚上吃顿饭，我跟人好好吃顿饭吧啊，好好吃一顿，然后跟人唠会嗑啥的，我去那个算是放松一下，好好吃个饭啊，跟人唠唠嗑，然后晚上回来了。 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一个心里有事儿的人，我就前面那件事肯定干不好。啊，就比如说我吃点饭什么，我就吃不踏实，我总想着啊赶紧吃吧。然后他们在聊天，我还总想，天哪，7点开始吃，现在都7点20了还不撤，你们要吃到几点？还在那聊啊？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所以，我寻思就别了啊，跟人好好吃个饭，然后唠唠嗑啥的，然后晚上回来踏踏实实的，然后回来睡一觉，明天录节目啊，差不多得了。Đừng nhìn anh đôi mắt cất sâu ở phía sau, những lừa dối đã bấy lâu em ơi. Vội vàng em đến đây rồi đi, để làm chi, để rồi dẻo vẫn trong lòng. 我那天看到一条消息啊。 看到一条评论啊，说这个，唉，我觉得要是刘宇宁啊，他要是在电视剧里长得跟直播里一样，那该多好啊！什么意思？啊？这是有点人身攻击了吧？ Sầu bi khi biệt ly hoen bờ mi đứng trong người đi nhìn em quay bước theo ai nơi hoàng hôn khuất bóng đêm phai. 你这多损！你这样式要让人有一点误会是什么呢？就是我好有2种，我分析这句话有2种意思啊，好像我只配干直播，演不了戏，没有资格演戏的感觉。第二，好像就是质疑我直播开了好多的美颜，就是很假。 开么玩笑！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想做什么感觉呢？就是当我刘宇宁站在舞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歌手刘宇宁；当我在演戏的时候，
就是你们看到的那种演员刘宇宁。当我在直播的时候，又是一种形象，这就是我直播的刘宇宁。哎，就是不同的地方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要不所有地方都一样，没意思，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你千万不要希望我直播的状态是会出现在影视剧里什么之类的啊。Mẹ nào bay mưa phùn bay ai còn thương ai còn bướm phương trời mây tình trao như gió heo bay câu thể xưa vỡ trong chiều mưa có lẽ giờ em đã quên rồi bao nhung nhớ phôi phai trôi dần theo những ngày tháng bên anh ngồi ôm đau giữa mây trời tình đã quá chiều nhiều gió sương một lòng thương nhớ còn đây vẫn vương哎，我最近我真的啊，我包括我认识了好多，可能通过一些局啊，或者通过一些那个工作啊，认识了很多艺人，或者是很多特别棒、特别优秀的那种人啊。然后呢，他们还真的都会跟我提说，哎，我前两天看你直播了，就我会很诧异，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那一刻其实我是那种就是悲喜交加。真的有很多特别棒的人，或者特别棒的艺人，就是你们心里特别棒的那种艺人，就已经特别棒的那种艺人来跟我说，我看了你直播，我看完之后就是那种就是哭笑交叉的感觉，就很开心的是哇，我没想到我的直播还有这么棒的人在看哈，但我就担心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是讲了什么？有没有特别的不好？是不是感觉让人觉得我不好？以后有没有活是不找我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当时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可能我是不是就怕自己表现的不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啊，对，是不是形象没了那种感觉啊？就很忐忑啊，很忐忑，就是不忐忑不安的啊。Em gieo vào tim đầy xót xa chỉ vì thứ tha bao lâu anh cứ như người thứ ba。然后呢，就朋友们就是有朋友说关美颜关特效，我现在没开什么美颜，我就开了一个磨皮，开了个磨皮，开了一个美白。我开美白的原因不是因为我黑啊，是因为这个屋灯光不太好，因为我现在完全靠酒店的这一盏小台灯啊，因为开美白是为了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什么元气局那些都没有，因为这是微博手机直播啊，元气局你是正宫红什么之类的口红色号只能在电脑直播上能看到，现在这个没有那些特效的，微博直播很简单，就是一个是美白，一个是那个磨皮，一共4个功能：美白、磨皮、瘦脸、大眼啊，就这4个功能啊。我就开启了这个磨皮和美白，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而已啊，就是大眼开了一点，就是它是系统自带，就稍微给你开一点。你说纯没开吧，那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系统自带给你开到10%、12、3那种的，开一点得了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希望你们就是透过这扇窗看到我的内心。但我平时的窗户就属于那种地下室那种小窗户，我希望给它开大一点，让你就感觉像那个落地窗啊。就是能看清楚我的一些这个心灵啊。宁哥看看内脏，有朋友说要看我内脏，你是大夫啊？有朋友说可以说电视剧吗？说什么电视剧啊？对，因为这个剧之前现在也是超前点播了嘛，然后呢，应该下一周啊就可以到完结了，应该大结局了。对，所以也谢谢
感谢今天就是最近啊这一段时间对这个《长歌行》这个剧的支持，还有感謝这些喜欢我这个角色的这些朋友啊，谢谢。对，因为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那天那个，因为这个剧真的是让很多人认识了我就是那种我不会得了便宜卖乖的那种人啊，我收获了什么，我就会跟你们分享什么。就因为这个剧播之后呢，我的微博粉丝涨了40多万。啊，每天都在增长，对不对？包括现在，对，就我的微博粉丝每天都在增长嘛。就这一个剧，我就演了个男二，而且戏份没有那么的多，我还涨了40多万粉丝。我觉得我真的已经，那这40万都是活粉，朋友们。哎，这40万真的是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一个萝卜一个坑，真的是这种感觉啊。就是所以呢，这40万都是活粉，我还挺开心的。因为这一部剧嘛，对吧？它都纯活的，因为说句实话，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我没有啊，我也对，就是不说了，反正就是意思都是活粉，还挺好的。然后呢，也挺开心的。然后包括前2天我说我就是有一个新增的粉丝群嘛，对吧？里边40多个人，对吧？是那个我说有一个。我的新粉丝建了个群，现在目前40多人了嘛。然后那天我走在机场，有个朋友说：“宁哥，你搞错了啊，你搞错了。那个什么，其实现在那个粉丝群已经7个了啊，每个群里都1000多人。”我说：“真的假的？是吗，朋友们？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说好像是说是有7个群，每个群里都1000多。我说新粉群是吗？”是新粉群，我不是说我以前的粉丝，我以前的粉丝群有一个5、6个了已经，啊，是新粉吗？真的呀？真的吗？新7群了已经？这么看的话，我觉得我这不要火了吗？这个音乐没配好，刚才那个点儿不对，抱歉，重来一下啊，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我现在这个群里现在已经就是1000人的群有7个了，朋友们，那这么看，这不要火了吗？ You were my destiny. You were my destiny. 没弄好刚才。好，谢谢这些新的粉丝群啊，新的粉丝群里的这些粉丝啊，谢谢啊，开玩笑啊，开玩笑，就是那种，我还是比较喜欢跟粉丝闹闹玩玩，然后怼一怼啊，然后聊聊天什么的，挺好的。对，因为平时我也没必要在直播间里边跟你们装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上节目的时候我会装啊，但这个点儿不是我装的点儿，有没有快来空降新粉丝群？好呀，有机会去的啊！我就是还挺喜欢那个去看看的啊。对，你们可以，比如说，因为这个剧真的是快播完了，你们比如说像剧里的剧情什么的，想问问题的，或可以打在公屏上，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儿，或者是我的一些感受，好不好？Vậy tại sao em gieo vào tim này xót xa? Chỉ vì thứ tha bao lâu anh cứ như người thứ. 第一次赶上直播啊，那挺好的啊。Đừng nhìn anh đôi mắt cất sâu. 有朋友说，有朋友问了个问题，说生孩子了吗？
啊，就是问这个剧情里有没有就是那个生孩子是吧？就是咱就聊点拍过的，好不好？咱聊点拍过的，就不是拍过的，就是播过的剧情，好不好？第一是就后面的剧情我不能透露，这是正常的一个操作。再如果透露是人家腾讯视频去透露，我不可能在我这透了。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不可能去透露。然后呢，第二是什么呢？就算生孩子那玩意儿，也不能让我进去吧？反正我是没看到啊，我应该是不能让我进去啊，我不知道。Nhưng lừa dối đã bấy lâu em ơi, vội vàng em đến đây rồi đi, để làm chi, để rồi dẻo vẫn trong lòng anh bao. 不是，我以为你们呐问问题能问出一些就是那种像营销号一样那种高深一点的，比如像什么呢？比如像哎，你觉得你们在拍戏过程当中有什么新的体会，或者是对剧情有什么就是感觉有自己的理解方面的一些东西可以传递给观众朋友们吗？你有没有这种问题？你们上来就把生没生孩子，亲没亲啊？后面几集你们在一块儿了，这么肤浅呢、Khi biệt ly, hoen bờ mi đứng trong người đi, nhìn em quay bước theo ai, nơi hoàng hôn khuất bóng đêm phai. Lâu đây. 啊，开玩笑啊，当然能理解啊，能理解啊，所以不然嘞，当然我理解，我这不就是硬怼一下嘛，可能你们很少看我直播，你们看看，多看看啊。有朋友说，那所以亲没亲呢？嗨，等播完你们自然就知道了。后面的剧情我是讲不了的啊，我真的，你们要问我后面的剧情，我肯定不能说，因为说完了可能就是会影响1-2个人去花那18块钱超前点播，我不能影响这个剧的一个业绩啊。Có lẽ giờ em đã quên rồi, bao nhung nhớ phôi phai trôi dần theo những ngày tháng bên anh ngồi ôm đau giữa mây trời, tình đời anh quá chiều. 有没有想问一下浩都的身世啊？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就是从这个观众角度提出了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问题，说这个浩都的身世，哎，这个问题问我就是很有水平啊。浩都什么身世呢？朋友们，我跟你讲，因为剧情肯定是没有，他不可能从一个配角的小时候开始演啊，他也不可能从5岁拍到他的25岁，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浩都的身世是什么呢？他一定是一个什么呢？他一个是个孤儿嘛。然后后面那集里就是后面现在已经播的集数里已经说了，说如果没有义父，我就是个路边的野孩子啊，就是其实他是被他义父收养的一个小孩，所以他从小是义父给他收养的，他知道自己是养子，然后呢就会导致他其实尽管在杜如晦手下去做事儿，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人，所以他为什么那么言听计从他义父的话，其实就是想说，他第一是感恩，感谢他义父收留了他，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他一直想用不停的工作和不停的这些就是成功的事儿去证明他的这个活着的意义，你明白吗？就越这种的人，他就越想去证明自己，觉得我虽然是一个出身不好，但是我做的所有的事儿都能够去证明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所以他的身世其实身世也没什么太多复杂的曲折。你说他怎么成为野孩子，那个是确实我就随便想一下，可能就是那个战乱时期走丢了，和父母失散了，可能是那么一个剧情，然后被他义父收养了，在街边看到了，然后从小教他武功，给培养他。然后杜如晦也是一个就是其实为了国家没有娶妻生子的一个状态嘛。他当时义父不说了嘛，我在年轻的时候一心为了公事儿啊，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就是这个浩都是唯一他的一个义子嘛啊，所以他所以我是这么分析的这个人物啊。有朋友问我吴磊真人帅吗？那肯定非常帅啊！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见他呀，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因为我直播间，当然他是跟我合作过的，我直播间不太去提别的艺人啊，因为怕被人骂，你们也理解一下。但是吴磊这小伙挺帅的啊，真的是很帅，然后皮肤又好，然后工作状态特别的有精神头，特别好啊，嗯。对，所以我直播基本上不会提别的艺人啊，就直播不会提，除非说当下有剧在合作啊，然后或者是有什么的去简单提一下，因为我以前被骂怕了啊。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啊，我也没有必要去对人有恶意啊，各自活各自的，但是有些人就会把这个话恶意的去给我弄一些概念出来啊，没意思，特别没劲啊。所以导致我现在其实说话我也不会提别的艺人，除非就是那种很熟，然后那个你们也没有什么那个，你们知道我们很熟的那种啊。其实很多，我跟你说，朋友们，很多其实艺人和艺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很好的，但都是被粉丝搞砸的。我是这样的，啊。命运太过顽固，让我选择去孤注，用力付出全部，却换来铭心刻骨。需要多少爱的风度，才能义无反顾？心粉身碎骨，也不能虚。好，还有什么问题？张尿点今天不在啊，所以呢，我今天的直播就全程无尿点。去投入情注，问情为何物？逃不过。你说浩都为什么打不赢舍尔啊？啊，问了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剧情里边武力值的一个质疑是吧？是这样的，朋友们啊，因为我作为一个演员，我最开始进组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这个人物嘛，因为我要分析这个人物，我问过，我说我是在这个剧里是第几能打的，我问过那个吴芷嘛，吴芷老师，我说我在这个剧里应该是第几能打的，他当时给我排了一个顺序哈，但是不是很靠前，应该是第5、第6那么一个排位。啊，你说真的和舍尔谁厉害呢？也分不上，因为我肯定比魏书玉能打，这个毋庸置疑。但你会发现，其实浩都在整部剧里面对战的人都不是特别厉害的人，对吧？他最开始，对吧？最开始就是打的其实都是一些武功不是特别好的，要不就是那种就是都不是那么厉害的人。他其实没有几场硬战，你会发现，对吧？他都是那种做事儿的那种人啊，就其实他的武力值没有对比，你明白吗？就是他是没有对比的，他就属于街霸，就是在这个街上特别能打。但就是正儿八经，你要跟一个真正的高手去打，你看，包括和那个谁，和那个后面舍尔打的那一场，其实他是开始是占优势的啊，但后来其实也是有点打不过人家。当然也有魏书玉的一个原因在里边啊，但是也别怪演员啊，因为那是编剧写的。他一出现，然后让浩都分神了，被偷袭了，是这么一个东西。但其实你说浩都武力值一定是那么高吗？我觉得是不客观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面对的都是一些寻常百姓啊，或者是一些闹事儿的人呐，都是武力值没那么高的。他真正和人交锋没有多少次，所以你根本也看不出他的武力值，但是一定是很能打的啊。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在天空飞舞，只要你能够幸福。有朋友平时几点播？我看心情，不一定几点播。今天也是其实无意当中上来播一会儿。然后因为一会儿有饭局儿，刚才已经说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就走了，就上来给你们唠会儿嗑啊。还有什么？公主落水的时候是谁救的？
我在我印象当中啊，我好像没拍过救公主的这个戏呀。所以，但我看到了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去脑补说，其实小的时候这个公主救的是浩都救的啊。所以我觉得你是你的自由。哦，那是你的自由，反正就是你觉得是谁就是谁呗，反正那玩意儿我也因为我不太记得了啊，我真的我好像是没有拍过救他的戏啊，因为真的没有多少场戏。人心太过贪图，我觉得是这样吧，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有一种，我们都善良一点行不行？就人魏书玉就干了那么点好事儿，你还给人抹煞了，你们咋想？你们是人吗？怎么这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魏书玉？人家也没做错什么呀，啊，人就你说他整部剧他干了啥好事儿？他就干了那么点好事儿，从小救了一些乐燕，你还算在好都头上。这人物彻底垮掉啊！人魏书玉也太可怜了。过去救赎，用尽全力功夫，就不怕进退维谷。需要多少爱的风度，才能义无反顾？心粉身碎骨，也不能去。魏书玉那小伙啊，其实挺惨的。每次跟我对戏，他都会跟我分享一些事儿。他说，那个宁哥啊，我这个戏拍完啊，肯定会被人骂死。我说，我心里想是啊，肯定啊，因为你经历的这个事儿，我经历过呀。我以前拍这种反面角色，我也被人骂呀，啊，但是我当时我不能那么说呀。我说。他说：“宁哥，我这个戏拍完肯定被人骂死。”我当时在现场，我听完之后，我心里想，是啊，肯定要骂你啊！你看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干的是人事吗？然后，但是我还不能，我就说啊，我说不能啊，我说没事儿，方一伦，那个什么，我觉得观众都是很理性的啊，他们看完就他们只会称赞你演得好，他们不会说就是说上升到演员或恨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啊，放心吧，没事，观众都很理智的，他知道你是在演戏，他肯定，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个人演的越那种就是让观众不喜欢，其实越证明你的演技好，然后呢，大家其实还真的会喜欢上你这个演员啊，对吧？那能怎么说呢？我只能这么安慰他呀，因为这个是没办法的。一血入骨，用尽一生去投入情注，问情为何物，逃不过世俗。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在天空飞舞，只要你能。有朋友说方一伦进入直播间，小伙挺好的啊，他真的还挺好的，而且拍戏很认真。就是我特别怕我的对手不认真，你知道吗？所以他是我拍戏的时候我还感觉很认真。我为什么怕我对手不认真呢？因为我其实是我作为演员不是一个专业演员嘛，包括拍《长歌行》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的会拍戏、会演戏。然后呢，但是对手如果再不专业的话，我就会特别难受啊。但是目前还好，因为《长歌行》都很专业，《长歌行》我对戏演员都非常专业，还挺舒服的啊。够幸福。爱一血入骨。有朋友说能讲讲浩都跟乐言对那个表白的那场戏吗？互相表白的那场戏吗？那场戏其实相对来说算是很后期拍的了，就是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影视剧里的一些，比如说第一集的内容，你们比如说一个剧第一集的内容可能是后期拍的，就你可能上来刚开机刚拍戏的第一天，你可能拍结局，
你懂吗？就是这种的，但基本不会拍结局啊。那个，对，就是他会什么呢？因为像开头，其实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因为那有导演的思维或者有制片的思维。我作为演员的思维，我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人刚开始演戏都不会特别找到人物，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你刚演你就把人物找得特别准确，所以呢，就是你上来你刚先拍的东西基本都是无关紧要，不是特别重要的剧情，然后让你先找到人物，找到状态，然后后面才拍一些中场戏，是这样的。所以呢，包括像那个开始我《长歌行》里第1集，我不追杀那个李长歌吗？我骑着马那一场戏，那个其实是超级后期的拍的，那都快杀青的时候拍了。你没看那个时候我多黑吗？我拍《长歌行》的时候真的啥也不注意啊，就是你们有很多朋友，我老粉丝知道，就是我拍完《长歌行》去机场，正常我去机场嘛，他们能看到我，他说宁哥，你那个脖子后面黑的都发亮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黑过啊，就是真的就是你这个黑的已经发亮了。所以像开场那个戏，其实是我后期都是拍到后面才拍开场的戏。所以那我跟乐言那场戏呢，其实也是相对后面的戏啊，后面拍的。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对彼此的表演方式，或者那种熟悉感，已经很就是已经很深刻了。所以那场戏拍的就也没有什么内容可讲，因为你规定的台词是剧里给的，然后呢，你按照那个台词把你的情绪加进去，然后两个人就是稍微默契一点就把那个拍完了呗。其实你说真的是有什么好玩的事儿，那场戏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因为他你要特别集中一些情绪在里面，你要有那种纠结，又要有不甘，然后又要有压抑，又要有兴奋、开心、满足，反正就那一场戏情绪是反复的，还挺那什么的，那场戏属于中场戏了，因为你别看他没有什么打斗场面，也没有多少舞台调动，但是其实情绪控制包括演员那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其实我觉得还要超级感谢什么呢？超级感谢导演啊，因为我们朱导真的是很会导戏，就是他是那种对感情戏啊，或者是对这种气氛的拍摄，你会发现他拍戏拍的气氛拍的特别好。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朱导？就他拍气氛拍的超级棒，包括演员的那种细节，两个人细微的东西，他把握的特别好啊。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懂的人。你会发现他好多镜头其实都不拍两个演员，他拍的是什么呢？拍的是蜡烛。哎，他拍的是影子，他拍的是那种特别厚的纱布后面透着两个人的状态，你明白吗？就他。你知道吗？这些是干嘛的？这些是后来烘托气氛的啊，包括就是你气氛烘托到了，你那个劲儿就到了啊，你不是像两个人拿着两个手机搁那直播这种状态，你再怎么烘托也烘不上去。对啊，所以他不是那种怼着脸拍的那种状态。在天空飞舞，只要你能够幸福。有朋友说，你那个浩都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乐烟的啊？我近期的7个采访里应该是有答案，一看你就没看我的采访，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这样子，我就有点对不起我了。我7个采访尽量都说的不一样，然后你竟然都没有看我近期的采访，就搜一搜，一会儿看看啊，里边有答案，我在这个采访里说了啊，好不好？有朋友就是我刚才就提了个，我说像那个采访一样，有朋友真的开始采访了，问了个问题，说你印象最深刻的戏是哪场戏？嗨，就打擂台那场戏嘛，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因为那个算是我的一个
其实我这个人物整部剧的高光时刻了，就是我最牛的时候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部戏这个人物立起来的那一刻，你明白吗？我哪能想到前面跟人公主对坐，俩人不说话，连台词都那么少，能立住。我作为一个演员，我都想不到在前期的时候，光俩人对坐，他拿个手绢告我，你看这个兔子眼睛是绿色的，这场戏都能立住，都能让你们喜欢上浩都，我也很难思考得到，你知道吗？我以为我立住是在后面，我寻思我打擂台那个上去，咔爷们儿一把我就立住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拍打擂台那场是最那个什么的，所以我思来想去还是感谢观众。啊，感谢观众，因为很多东西是你们去帮我们去成就的东西，特别棒啊，特别感谢。我选择去孤注，用力付出。那场打戏真的是应该是拍了3、4天吧，我没记错，应该是拍了三天，好像是，因为就是他很多场面，然后很多动作，然后包括也要根据现场情况，有的时候天光，然后包括有时候下雨又拍不了。所以真的拍了应该是不到3天吧，我也忘了，我真的忘了。但那个时候是横店最热的时候，然后呢，我当时真的热的都难受不行了，就是拍的第2天我已经当时是中暑了，而且身体一点劲儿也没有，啊，身体一点劲儿也没有，然后就中暑了，喝了2个藿香正气水，喝完之后呢，就是强行坚持给拍完了，但是那场戏就是拍完超级难受啊，但是我觉得也是符合人物的。因为可能你们会发现，就是开始这个浩都上台浩都上台还那个挺正常的，但后面拍到结束的时候，感觉整个人怎么肿起来了？啊，就我看那个剧，就是怎么肿的，哇，这个刘玉宁演的太好了吧！就是被打肿这种事儿都能演出来，却换来铭心刻骨。需要多少爱的风度才能？我觉得这个就绝了。你随便问一个演员，你说那个老师，你演一个就是正常表情下被打肿，怎么演？这个真是演不出来，那是天时地利。那天要是我中暑了，我就喝了好多水，拍了一场戏。然后呢，其实你们看那个，比如说那个舍尔打我的时候，就一拳打过去之后，我就。这个嘛，这个其实没有，就是正常影视剧里没有真打的，啊，正常影视剧里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啊，一定有，就是很少啊，就除非说那种动作片，比如像他们那种甄子丹老师他们拍的那种特别棒的那种动作片，他是需要拳拳到肉的感觉，但其实像这种剧没有一拳挥过去真打到演员的啊。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吴指老师就给了我一拳。他本来是要拍借位的，但是他就这么一拳下去之后，直接打到我鼻梁了，你知道吧？我那条不是演的，我是真的被他打了。打完之后我就懵了，你知道，打鼻梁哈！我当时趴在地上那一刻，我还要演吗？就是演那种痛苦嘛。然后，但是那一刻我就满脑子都在想，我靠，我的鼻子不会塌了吧？我是靠鼻子吃饭。然后导演咔，我一起来马上照镜子。啊，我的鼻子没歪吧？还行，幸亏是真的啊。就是，然后呢，结果呢，过了一会儿，他打的确实有点狠，他都淤青了，你可知道吧？就是鼻子就是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被打了一拳之后，就开始淤青了，这一块都青了，都是那种深紫色那种青。然后呢，化妆老师他们都不知道我被打了，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被打。化妆老师过来说：“哎，你这鼻子怎么了？这鼻子怎么蹭了？跟刚才的妆不一样了。”因为被打都要眼角啊，说嘴这擦点妆嘛。然后他说：“哎，你这妆蹭哪了？我给你蹭一蹭。”我说：“你别蹭，这我真被打的了。”他说：“啊，真的吗？这么严重啊？”我说：“是啊。”他说：“但是宁哥，我得给你盖上，因为要不接戏了。”我说：“所以我就是假的妆可以留，但真被打伤的这个得盖住，是吧？”他说：“是啊。”我说：“那好吧，弄粉底把我这个真的那个伤给我盖住了啊，神了。”啊！心粉身碎骨，也不能虚度。爱已结入骨，用尽一生去。当然，人家吴指老师不是故意的啊，
那个演戏不是故意，因为我跟那个五指那些团队，他们团队都非常熟悉，就是都很熟了。就是因为我长歌行的那个五指那个已经我跟他合作过2次了，然后我现在目前拍的那个说英雄谁是英雄的也是他们的，你知道吧？说英雄谁是英雄的这个薇娅老师那一批，就是也是长歌行的那些那个薇娅老师啊。所以我跟他们很有缘分，而且都很好，都有微信没事聊天，然后他们也给我发些东西什么的，所以当时也是那个什么，也是就是记忆深刻的啊一场戏。不清楚问情为何物，逃不过世俗，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在天空飞舞，只要你能够幸福。说拍被打耳光那个被拍了几次？那个我还真的是不记得了，那个我是真不记得了。为啥呢？因为其实很多影视剧拍摄方法其实都是借位，这个没必要去嘲，因为好多人说去嘲讽是不？说这个打个巴掌还借位，其实这就是一个，就像我们去喝饮料需要喝饮料想拿管喝是一个道理，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个东西啊，除非是真的是需要这个东西来把烘托气氛，但是也是真打呀，但是不是那种往死扇啊。我后面那个戏有一场戏就是需要打扇人嘴巴，然后那个导演就说，那个小宁，要不咱们真打吧。然后我就看看那个演员，我说，行吗，老师啊？那当然，作为演员都会说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可以啊。演员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人说不能真打，不要真打，没有演员是这样的。我遇到演员没有这样的啊，都很敬业。然后但是呢，我想了一下啊，你知道吗？如果真打的话，我这一个胳膊挥过去，正常人无论男女啊，我估计一巴掌过去，这个脑袋都得懵吧。而且那场戏是抽5、6个巴掌，就狠抽，我估计真的会给人打坏的这个东西啊。哦，这个东西真的会给人打坏的。然后所以后来也是真抽了1个，然后借位了几个啊。有朋友说不信呢，有朋友说不信，哎呀，你们怎么做演员那么矫情？这样式，你明天上街找个人抽你5个嘴巴，你看你懵不懵？你试试，狠抽那玩意儿真能懵，这跟拳击差不多，这一个大男人一个巴掌过去，肯定5个肯定就是懵了，而且拍戏不是拍1条啊，也是很那个什么的啊。刚有朋友问我说，算工伤吗？就是刚才那个鼻子被打了一下，就是当然算工伤啊。但问题人家那个医药费已经在你片酬里给你了呀，你都花了呀，已经买 GL8 了呀，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人心太过贪图，早就不够去救赎。有朋友说宁哥你的饭局黄了呀？我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啊。其实目前没人来叫我，我感觉要黄的话，我今天我搞不好咱们又得跨年呀。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直播比吃饭有意思多了。不知道啊，估计没有，估计不能黄吧？不至于黄。没有，因为我要等那个谁，等那个他们飞机呀。嗨，本来这个东西吧，哎呦，本来其实很正常一件事，想跟你们说了，但是就是今天有点事又不能说。哎，算了吧，别说了啊。Vài câu hứa em nói sẽ chẳng bao giờ xa anh, từ đầu môi mềm thắm say đắm cho ai mơ màng.
没有，因为我们啥事儿呢？就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本来这个饭局是怎么回事？我问一下能不能说啊？我问一下啊，等我呀。我超级想说，因为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啊，其实也没啥事儿啊，也没啥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正常是什么呢？正常是那个，因为明天我不录那个节目嘛，录那个什么那个先出100嘛，然后呢这一期是那个杨超越过来当嘉宾，明天我跟杨超越一块录节目，然后呢杨超越呢就我们很熟了，因为上部戏我们就一块拍了戏，就寻思今天他今天是晚上的飞机到，然后他到了嘛，然后我们吃个饭。就是包括找亮哥，就跟节目组，我们就吃个跟超越妹妹吃个饭。但今天他估计心情不太好吧？就是所以我也不知道啊。我刚才我刚说，然后就是就这么回事。我等他飞机到了，我们去吃饭，就这么回事儿。啊，对，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他到了。我刚才他给我发消息了，他问我今天吃还是明天吃，我说都行啊，刚看电话。等他一会儿，不知道一会儿可能他到了就说啥了，关你什么事儿？没有，就正常吃个饭啊，吃个饭。对，因为我跟超越妹妹他们还挺好的，因为他们团队都特别好，然后包括合作的那个上部戏跟他们一块合作都很舒服很开心啊。而且我跟超越妹妹有一个特殊的缘分，就是什么呢？就是她的化妆师也是我的化妆师，就是我俩是共用一个化妆老师的。Bao sầu bi khi biệt ly, hoen bờ mi đứng trong người đi, nhìn em quay bước theo ai, nơi hoàng hôn khuất bóng đất phai. Phụ lâu đây vắng bóng hình ai, anh ngồi đây ly rượu say đắng hai bài đào cay, mưa phùn bay, ai còn thương, ai còn vướng vấn phương trời mây, tình trao như gió heo bay, câu thể xưa vẫn. 那宁哥为啥不剪头发？我就是想，也不是不剪，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出道以后就是基本都是短头发，然后也没有机会留长头发，但是现在可以拍戏了，拍戏有的时候后面不用剃的话，我就把后面留长，我看看到底能留多长啊，就是这种的，就是不现在不就是那种就是流行那种小狼尾吗？我看这个狼尾
到底能留多长，反正留着玩，然后没事就如果剪，其实也随时就剪了啊，就这么简单啊，就是也是看有工作需要就剪了，对，就是这样。马尾，你说那个是后背长毛那种是吧？就是后背有那种鬃毛，那个我后背没有啊。双马尾，就到时候我就是把头发这样扎起来，这边扎一个揪啊，然后这边扎个揪，也是可以的啊。Phụ lâu nay vắng ly rượu say đắng hơi mệt nặng。然后短发好看啊，短发有个毛病就是显脸大啊。我头发太短的话会显得脸大，然后对显得脸特别大啊，所以就是尽量还是头发那个什么，头发长一点，可以把这个脸给盖住，稍微微啊。We were both young when I first saw you. I close my eyes and the flashback starts. I'm there on a balcony. 对啊，我前一阵我看那个，大家还真的关注到了那个，我说我出道的影视资源是怎么来的。然后有一个，因为那天有个采访给我做了一个列比嘛，然后他们帮我，其实那些我采访我这个我这个拍戏是怎么来的，我早就跟我粉丝说过了。但奈何因为我粉丝肯定都听到不知几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到这个微博上直播，他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传播能力。但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说什么没人在乎，最在乎我说什么的就是我的黑粉。我的粉丝有的时候可能都忘记了，但是最在乎我说，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到我。那现在通过这一部剧，确实很多人认识了我，包括之前的剧，包括之前的一些歌啊，包括唱的一些歌什么的，就更多人注意到我了啊。See the lights, see the party, the ball gowns. 故事的一切要从一首《让酒》说起。 Say hello. Little did I know that you were Romeo, you were throwing pebbles, and my daddy said stay away from Juliet. 就是我特别佩服啊，就是有一些黑粉呢，就是我每次直播跟下面搁那趴着。搁下面趴着，然后就听整场直播，我能抓住哪个点去黑他。我看看他的，我要抓住哪个点去黑他。贱不贱呐？真的有那事儿啊，真的是。就是有些东西他会去歪曲你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啊，也真的犯不上。就是你说我这也犯不上告你。你说我要真想告你，我也可以告你，但是所以有些东西犯不上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没到那个份上，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就是特别没劲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我的思维方式，我是希望大家都变得更好啊。因为你了解我的粉丝都知道我以前直播啥样，我真的拿粉丝当朋友一样。包括我直播现在，我也不是在这跟你俩装明星在这儿，我在这儿跟你俩装明星的话，当时我就化个妆。我穿个立正正的，我现在戴个眼镜，头都没洗，就刷了个牙，就怕你们闻到味儿。上来跟你们唠会儿嗑，然后也要把我这些话就当成一个艺人的发言，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我能说的话都是跟朋友说的话。如果你想听我艺人的发言，看我综艺节目去，或者是采访，那是作为一个艺人说的话，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直播的内容啊，信20%就行啊。因为我能在直播里说的都是当做我朋友。比如说我会上节目说我刚才跟你们说那些话吗？包括我拍戏的那些被打了什么那种，我会说吗？我不会说呀，就这么回事儿。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这个地方直播这件事儿让我觉得有压力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儿，因为直播真的是让我放松释放的一个地方，我可以跟我的粉丝说说话、唠唠嗑的地方。但如果有一天我的直播我都要担惊受怕，我要考虑这个，我已经考虑的其实够多了，我再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就很悲哀了。And I said, Romeo, take me somewhere we can be alone. I'll be waiting. All there's left to do is run. You'll be the prince and I'll be the princess. It's a love story, baby, just say yes. So I sneak out to the garden to see you. We keep quiet cause we're dead if they knew. So close your eyes. 我觉得啊，因为这个用手机直播有个好处啊，就是可以跟粉丝连麦啊。我觉得是可以跟粉丝连麦，所以我看看，我真的想说，看看以后我把我的直播做成什么样呢？就是我的梦想当中，我的微博直播能做成什么样的？我梦想，我就是那天躺在床上没事想，我还想说，我的微博直播能不能做成一个，就偶尔几期可以邀请嘉宾过来，哎，就邀请个嘉宾过来跟我聊聊天啊，或者是咱们也干一个那种什么呢？就是那种，比如说哪个剧上了，可以到我直播间来宣传，啊，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玩儿。我在想哈，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直播做成这么一个东西？我在考虑啊，但怎么去实现它，我还真的不知道。比如说某些艺人的这个剧上了，然后我邀请过来，跟他唠唠嗑，宣传剧啊，咱们也没有别的复杂的形式，因为别的可能是有一些复杂的形式，咱们的没有，就是来就跟你唠。你喜欢宣传剧，我就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哎，就是玩儿，就是来了就是玩儿啊，我也不说要收你钱或者怎么样的，但可能后面会收钱啊，也不一定啊，不能说那么绝对啊。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就是也看啊，我是那天随便躺在床上想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对，就纯聊，我们就纯聊，你就想分享事儿，剧里的事儿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或者宣传你们的剧，你有什么想法你就在这边说，或者你有营销号说你什么不好，你可以到我这来反黑，给你一个公众平台啊。But I got tired of waiting, wondering if you were ever coming around. My faith in you was fake. 对，然后其实我真的哈，我还挺感谢，因为我在这昨天晚上我遇到一件事儿啊，我超级感动啊，就超级感动。然后呢，因为前天去了那个晚会上啊，去了一个宴会嘛，前天去那个叫什么那个放肆疼你，叫司藤啊，我就记住这个了，就是司藤的那个晚宴嘛，去司藤晚宴了，然后就遇到很多平台方的一些就是很棒的领导嘛，然后有个领导跟我说，哎，之前有一个剧啊，有一个艺人推荐你去演，然后呢还跟我们这方去推荐你了，然后呢我说啊真的吗？然后他说对啊，他推荐你过来说让你演男二，然后呢当时跟你团队对是因为你时间没有时间。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超级开心，超级感动。但是因为这个艺人跟我其实说句实话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他推荐我去演戏，然后所以我给他发了微信，我说感谢，是谁呀？这个人我说出来这个名字你们全都认识，就是这个直播间里没有不认识的，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艺人，然后去推荐了我当时我超级感动啊，然后他也昨天还跟我说哎我前天还看你直播了呢，还真搞笑，因为我和他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交际，可以说白了就是人家其实跟我没那么熟，但是给我推荐活了，所以我还挺感谢，就是让我感觉到这个圈子里还有善良的人，你知道吧？
when I met you on the outskirts of town. And I said, Romeo, save me. I've been feeling so alone. I keep waiting for you, but 是谁我肯定不能说啊，in my head, 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He knelt to the ground and pulled out a ring and said, marry me, Juliet, you never have to be alone. I love you, and that's all I really know. I talked to your dad, go pick out a white dress. It's a love story, baby, just say yes. Oh, I 对我不能说啊，人家当然，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不是说谁帮我去推荐的活儿，就是我昨天真的，因为我是一个其实还挺感性的一个人，就是我会觉得有人去，我真的跟人没太多的交情啊，就是那种，但是人给我推荐活儿，哇，真的超级感动啊，所以昨天也感谢了一下人家，看奇妙落在这一瞬间。有朋友完了就要走了，没有。啊，走了，我团队会过来叫我了啊，你不着急。开始不断上线，抓住每分每秒，奇妙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有朋友说可以做男一了，就是你觉得你宁哥就是现在稍微微因为这个角色稍微有点出圈了，以后可以接男一了，对吗？是吧？我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朋友是对于我的是一种称赞和好的，但是呢，我自认为啊还是不行啊，因为我自己从第一天出道到今天走到现在，我的规划其实还都是挺对的啊，都挺对的。但是我现在我人最重要有自知之明，这是我一直人可以自信，但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我的自知明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其实还真的不行。等我真的觉得那天行的话，我再去做这件事儿。当然，我接下来接的，比如说接的次要角色男二或者男三或者男四，我不会说在意说接男几。我第一是一定要喜欢这个喜欢这个人设，喜欢这个剧啊，然后我能去驾驭它，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呢？我尽量现在会选择一些戏份多一点的了。因为有的戏啊，就是戏份太少，我演的是真，倒不是说男几都不重要，就是戏份太少，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我追这个剧我就追不动那种感觉，我怕，你明白吗？就是那种感觉。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这就是 magical。就是希望我能多演一点，在这个剧里那个角色的东西多一点，戏多一点，别到时候就很少。反正我就觉得那后面再接特别少的就没什么必要了啊。我也就是先把目前这个活给拍完，先把目前这个在这个先把这个工作拍完，拍完之后后面再说。就是我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演不够，我就觉得我好多想法，但是这个我就奈何是个次要角色。奈何是个次要角色，我没有空间，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但是我还是其实想表演的更多，就是想练演技啊，演技还是得提升，是我看了《长歌行》，我觉得那个时候太稚嫩了啊，对，就一点点，我自己也能看出自身的一些毛病，所以下次会改，就是这样。哦，你是不是也感觉真奇妙？你看时光就像流星，不要犹豫，拥抱光明，我们一起牢牢抓住每一分钟，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说你和赵露思在现场学舞蹈的事儿，就是那种就很流行那种小视频的那种舞蹈嘛。本来学了很多，想要录几个，结果都没学会。啊，当场学当场就忘了，就那种感觉啊，学不会啊。但是人家他是很厉害的啊，玩的超级好啊。左边摇起来，右边一起。对，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二搭，我上次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也不想过多的说别的艺人的事儿。但是就是，OK 要出发了，估计马上啊。那个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都在这个行业里混，然后我好好演戏，他也一直在演戏，然后呢，我就总有一天会有合作吧？就这个圈子就真的这么小，
跟着 Niki 摇摆，哦，多么奇妙！快来跟我一起摇摆，魔法梦飞起来，贝贝的宝贝的不再也没有人比我更酷。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也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好，可以了啊，差不多应该到点了，他没法走了。今天没跟你们跨年，其实我跟你说，朋友们，我心里有点难受啊。今天没跟各位跨年，我觉得有点挺难受的。但没办法啊。人一定得有生活嘛，对吧？昨天有人跟我分享说你每天都在工作，你有生活吗？我问他生活是什么？生活不就是工作吗？他说不啊，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比如说，玩剧本杀。我就说，剧本杀，因为最近我在演戏，天天看剧本，我就是看的就是脑袋有点懵。然后我到剧本杀，我再去看一个新的剧本，我可能没那么想看。然后说那比如说去跟朋友玩那个什么密室逃脱，我说我跟我团队他们去过了，去过一个密室逃脱啊。我跟你讲，密室逃脱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我不能轻易去，无论朋友也好或者家人也好，不能轻易去，因为真能看出一些人性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密室逃脱这种东西啊，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要一当真啊，你就容易伤心。我去那个密室逃脱吧，我们玩的是相对来说恐怖一点的，就是那种丧尸进化那种的什么玩意儿，我们要找到一个药水，然后呢，当那个丧尸一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人都直接给我扒拉后面自己跑了。让我在我自己后面，他们前面连鬼带爬来给他叫啊，给我一个老板给我扔后面了。我真的，我玩完那一次，我就会特别伤心。我觉得你们团队就是有一天出事你都得给我抛下，所以就是很伤心，玩不了。无论是朋友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那个东西是检验友谊的一件事，所以我不想看到人性赤裸的一面。开玩笑了啊，就打佩亚佐他们啊，这平时的兄弟也不知道是叫哪去了啊。好吧。那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还有什么生活呢？还有什么说跟朋友出去 KTV？ 我说第一是什么呢？我是真的没那么喜欢去 KTV 唱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个歌手，我直播又唱，每天又听那么多 demo， 然后没事还得练歌，就是唱歌这件事绝了。所以我其实我的生活就真的就是工作啊！我觉得工作就是我最好的生活，就是每天都有活，我会比什么都睡得踏实啊。好哥当时李好哥给我写了一个字嘛，说有事儿干，有人爱，就最好，对吧？我有这么多粉丝爱我，我又有那么多工作啊，就是解决一切烦恼的这个良药啊。好吧，那我去跟他们吃点饭，所以这也算是工作之余的一种吃个饭嘛。然后呢，本来真的想跟你们跨年，真的是，我寻思我还寻思下次我上次直播完跨完年，我还寻思要不咱们来个3晚不过岗吧？啊，不是，就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都已经跟你们跨2次了，咱们就来个就是3跨嘛，就是算是一个圆满吧。就今天是跨不了，没办法，现实很残酷，就是因为还是有朋友的啊，跟他们亮哥他们吃个饭，然后明天因为也可以明天吃，但明天我有事儿啊。行吧，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希望下一次能跟你一块跨年，好不好啊？下次直播这样，我如果再准备跟你们一块跨年的话，我自己就在直播间里准备点礼花，然后弄一个表放在我旁边，咱们一块倒计时，然后那一刻，然后把那个礼花给屋里点着，好不好？弄点滑炮什么都行，都是可以的。哪天来也不一定啊，因为我
真的是明天有事儿，后天后天也有事儿，应该是我大概五一期间会有一天有时间的。五一期间你们都放假吗？对吧？我可能上来给你们播一播啊，行吧？在这里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有朋友消防叔叔来抓你，我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在家里放烟花？那不疯了吗？对吧？我说那个意思，我可能就是放一首《烟花易冷》，给你们唱个雨纷纷。荡尽了离恨，余生你不必等。若某天忽然想起，行吧，那在这里也祝各位度过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那咱们就下次见，好不好？你们早点休息，然后去剧还没看的朋友去看看剧，然后看看这部《长歌行》啊，也希望你们开心。晚安，各位，拜拜。此去如清风一阵，来去无声。少年隐染红尘，台上台下尝尽了离恨。余生你不必等，若某天忽然想起，情意不善，风霜乱了冰尘。有朋友说中年男人不寂寞了。也不是不寂寞，也没有多寂寞。我上次说那个话呢，就是一个梗，你们听着就好了。我就是也没有多么的寂寞。我没事的时候，我也可以玩玩游戏，我也可以，因为我这个电脑里也下的什么底特律变人，也下了赛博朋克2077、荒野大镖客2都下的，巫师3什么的都有。我也可以玩会游戏，我为什么上来直播？还不是因为挂念你们。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想得感动一点？我做的这件事是很感人的，并不是什么中年人的寂寞啊，年轻人的空虚。未信情缘，回忆里再生，此去如清风一阵。我也可以玩游戏，玩得很开心的啊！玩游戏，我人生除了这个工作就是游戏了。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玩游戏的一个特别痴迷的一个人。好，我该走了，朋友们，拜拜啊！少年依然红尘，拜拜各位。Vội vàng em đến đây rồi đi, để làm chi, để rồi dẻo vẫn trong lòng anh bao sầu bi. Khi biệt ly, hoen bờ mi đứng trong người đi, nhìn em quay bước theo ai, nơi hoàng hôn khuất bóng đêm phai. Phụ lâu đây vắng bóng không ai, anh ngồi đây, ly rượu say đắng hai bề nào bay mưa bay, ly rượu say đắng hai bề nào bay mưa bay.